最新動態來了，科學家正在緊盯小行星 2024Y24， 甚至連它可能帶着的小伙伴衛星都不放過，因为这次牽涉到一個非常罕見、能量爆表的撞擊情景，而且主舞台很可能在月球。最新研究的意思很直白，月球可能要遇到一場数千年等级的撞擊事件，不是那種小石頭擦过去的程度，而是足以讓天文学家興奮到睡不住的那種大場面。天文学家目前追蹤的是一顆在2024年底才被發現的近地小行星，重點是它在2030年代初期撞上月球的幾率雖然不高，但已經高到能算得出來，不是純粹的想象或謠言。好消息先講，地球現在基本上不再被視為危險目標，但更有戲的部分是，更新後的軌道資料把焦點整個推到月球。如果真的撞上，對撞擊物理的理解，甚至對我們在近地空間運行的衛星與作業安全，都可能帶來一堆新的課題。所以這支影片，我們就把它當成一場太空偵探片。現在科學家到底掌握了什麼？為什麼這件事值得你花時間看懂？以及接下來的劇情可能怎麼走？我們依次講清楚。好，坐穩了，我們開始。2024年12月27日，智利的 Atlas Survey 首先抓到這顆小行星的身影，就像在漆黑宇宙裡突然亮起一個小點。從此這個小點開始被全世界盯上。剛被發現時，它其實只是年度近地天體名單裡又多出的一個名字。天文台每年都在抓，名單長得像電話簿一樣，看起來並不起眼，但它很快就顯得不太一樣。不只是大小值得注意，更麻煩的是，它的早期軌道資料不確定性很高。換句話說，它到底會往哪走？一開始沒人敢拍胸脯。最初的粗算結果甚至顯示，在2032年12月，地球存在一個很小但不是零的撞擊幾率。這種數字一出來，科學界就會立刻提高警覺。別小看這種不高，只要高到某個門檻，系統就會自動拉響監測流程，要求更多望遠鏡接力觀測。因為天體預報最怕的就是以為沒事，結果出事。這一切其實都是標準作業流程，就像看到天氣預報有颱風苗頭，氣象局一定會加密觀測一樣。太空監測也是同一套邏輯。原因很簡單，新小行星剛被看到時，觀測點少，時間短，軌道誤差自然大，必須靠多次跨日甚至跨月的重複測量，才能把它的路線圖越畫越清楚。後來資料越來越多，尤其加上太空觀測資料，以及 NASA 與噴射推進實驗室 JPL 不斷更新的模型，原本的團霧開始散開，不確定性被一點一點擠壓變小。結果很關鍵，地球這條線基本上被徹底劃掉。也就是說，以目前最可靠的計算，這顆小行星不會把地球當靶心。但故事沒有因此結束，因為更新後的軌跡又指向另一個方向，像是主角莫撞上你家，卻可能撞上隔壁那棟月球。你可以把它想成危險陰影區在移動，地球從陰影裡退出來了，月球卻慢慢走進那片陰影裡，於是焦點自然轉移。目前模型給出的數字是，撞上月球的幾率略高於400分號。這不是一定會發生，但也絕對不是可以當作沒看到的程度。講白一點，它幾乎肯定會擦身而過，但那個剩下來的幾%，就像買保險時最在意的那一小段幾率，小歸小，卻值得科學家投入嚴肅的計算、觀測與準備。它的直徑估計大約50到70公尺，跟那些上百公尺、上公里的近地天體比起來，看起來不算巨無霸，甚至有人會誤以為只是小咖。但重點從來不只看大小，而是看速度。哪怕只有這種尺寸，只要以撞向月球的高速衝進去，
它帶着的動能依然巨大，像一顆高速子彈，體積不大，破壞力卻能讓你倒抽一口氣。於是整個討論框架就變了，大家不再把它當成普通天體新聞，而是開始把它看成一個可能近距離觀察的重大事件。換句話說，問題不再是我們會不會出事，而是我們能不能抓住一次千載難逢的科學機會，讓自然替我們做一次大規模實驗。如果真的在文中提到的時間點，例如2024年4月這種情境撞上月球，模型估算能量會達到約650萬噸 TNT 等級，這不是煙火，而是能量規模大到足以改寫觀測記錄的等級。這代表什麼？代表它可能會成為現代天文學有能力完整觀測以來能量最大的月球撞擊之一，不是傳說，是可能被我們親眼看到、親手記錄的那種。真正的科學價值反而不在於它多會砸爛什麼，月球又沒人住，關鍵是它的可觀測性。我們終於有機會用現代儀器把整個過程拍下來、測下來，算個明白。你想想看，月球上那些巨大的陨石坑，多半是数十亿年前留下的古戰場，那時候人類連望遠鏡都沒有，更不用說即時攝影、光譜、紅外線監測了。所以我們今天理解撞擊動力學，多半靠推理，看陨石坑长什麼樣，噴射物可能怎麼撒，再用電腦模擬去拼出當年的過程，像考古學家用碎片復原一場古代爆炸。但如果這次真的發生，而且觀測充分，那就等於有一個現代版本的實測案例送上門，研究人員能直接拿真實數据去驗證模型到底準不準，哪裡需要修正。模型甚至預測到一整套视覺劇本，先出現短暫的可見光閃光，從地球上就可能看到像一瞬間的亮點，接着因為月球表面物質被融化又冷却，會留下更久的红外線餘暉，像是餘火慢慢熄掉。不只看得到，月球還會震，撞擊會激起地震波在月球內部傳播，等於敲了一下整顆月球的骨皮，看它怎麼回響。歷史記錄早就告訴我們，就算是比較小的撞擊，也能留下可偵測訊號，只要儀器夠敏感，月球其實會把那聲咚傳得很遠。所以如果這次規模真的夠大，它很可能引發接近全球性的月震效應，不是誇張說法，而是整個月球都可能在某些頻段上被敲得嗡嗡作響。而另一條超精彩的研究線，就是看噴射物怎麼飛，撞擊把月球表面材料像噴泉一樣拋出去，會形成一個可追蹤的物質雲。模擬說得很具體，可能有數千萬公斤的月球碎片被拋出，更誇張的是，其中一部分速度甚至能達到或超過月球的逃逸速度。也就是說，它們不是掉回月面，而是可能真的飞出去。如果我们能一路追蹤这些碎片如何擴散，如何在太空里演化，又如何被地球和月球的引力拉扯，改变軌跡，那就會得到極其珍貴的實測資料。這種資料平常根本等不到。這裡要強調，研究並不是因為恐慌，不是世界末日倒數，而是科學家看到一個可測量的可能性，準備把它變成可學到東西的實踐。所以目前也沒有什麼要去偏轉它的提案，沒有要發射什麼推進器去改軌道，因為根本不需要，而且風險與成本不成比例。月球其實就是一部撞擊史的天然硬碟，表面上那些坑坑巴巴，都是數十億年來更巨大撞擊的記錄。跟那些相比，這次就像新增一筆資料，而不是翻掉整本書。所以最吸引人的從來不是會損失什麼，月球不會哭，而是我們終於能在現代觀測條件下直接看見物理現象如何發生，閃光、噴射、熱輻射、震動，一次到位。從這個角度看，2024 YL4 這件事
就像自然替我們安排的一場受控實驗，參數相對明確，風險極低，但科學回報可能非常高。這就是研究人員最夢寐以求的組合。對住在地球上的我們來說，基本不用擔心，就算月球被撞，那也不是月球碎片像雨一樣砸下來的剧情，至少不會形成直接地面威脅。就算真的有極少量小碎片跑进地球大气层，絕大多數也會像流星一樣在高空摩擦燃燒殆盡，根本不太可能完整落地造成影響。但真正值得留意的是近地空間，也就是我們那些衛星、通訊、導航、氣象基礎設施所在的區域。因為一部分噴射物可能會穿越某些衛星軌道，特別是高地球軌道或特定的近地空間區域，它不一定會造成大規模危險，但確實會讓太空交通變得更需要精細管理。這不代表衛星會一片片掉下來，但它提醒我們，人類把基礎設施搬到太空後，就得接受一個現實：自然天象不是背景板，它會直接影響我們的運作，而系統管理只會越来越複雜。如果真的接近某些軌道風險區域，衛星營運商最可能採取的方式就是更密集追蹤，必要時做短期軌道微調，把風險降到可接受範圍，像是在高速公路上提早變換車道。而觀測潛力真的大到讓人手癢，因為這不是只存在於論文的事件，它很可能變成全世界望遠鏡同時開機的盛況。依照預測，如果撞擊發生在那個時間點，月球的相位剛好對太平洋地區很友善，等於天時地利，觀測條件可能漂亮到像刻意安排。像夏威夷這類主要天文台所在地，可能會擁有非常好的可見度。更妙的是，如果把全球的業餘天文網絡協調起來，專業儀器加大量民間觀測點，就能拼出更完整的時間序列資料。而且重頭戲不一定只在那一下撞擊，更長尾、更有科学含金量的，往往是撞完之後的後續演化，那才是模型最需要真實資料的地方。如果有部分碎片被地球引力抓住，它們可能能被追蹤好幾個月，這就讓研究人員可以研究噴射物在長時間尺度上的行为，不是一張照片，而是一部连續劇。而這些長期追蹤資料會直接用來改進模型，碎片雲怎麼演化，軌道怎麼衰減，未來在碰撞的幾率如何估算，這些都是近地空間安全與太空工程會用到的硬知識。接下來只要持續觀測這顆小行星，它的軌道就會被算得越來越精準，每多一筆資料，就像把模糊的路線導航再校正一次。而那次未來更容易觀測到的軌道過境逐步接近，例如提到的10年後那種窗口，剩下的不確定性通常會快速縮小，因為觀測條件一好，計算就能更狠更準。最後結果通常就2種，要麼幾率一路收斂到接近0，宣告安全過關，要麼幾率較小但仍可能，那個撞擊可能性一直黏着不走，直到接近遭遇日期才真正定案。但不管哪種結果，对科學界都很有價值，因為價值不只在撞不撞，更在我們怎麼把它算清楚。如果最後證明不會撞，那其實是對現有追蹤與建模系統的一次大考驗，證明我們能把一個早期模糊的不確定事件，靠觀測與模型一步步收斂到正確答案。而如果撞擊可能性一直存在，那更棒，科學家就能提早規劃一整套觀測作戰，望遠鏡怎麼排班，儀器怎麼切換，資料怎麼共享，像為一次罕見天文事件做全球聯合作業。總結一句，2024Y24目前不構成威脅，但它像一面鏡子，照出人類的行星監測技術已經進步到什麼程度。我們不再是看到才害怕，而是看到就能算，算了就能準備。就算最後莫撞或撞擊改寫了劇情，
這件事本身也已經推動了，模型更精，追蹤更準，準備更完整。它等於替整個系統做了一次實戰演練。於是有時候，故事最深的意義真的不在於事件本身有沒有發生，而在於我們在準備過程中，把能力磨到多鋒利，把理解推到多深入。等真正需要面对的那天，我們已經不是原來的我們了。